拘留？你为什么会拘留？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台湾呢？什么时候台湾才能真正拥有我呢？越南泰国印尼的人在台湾，就是转换身份只需要4年，而大陆的配偶却一共需要6年的时间，就比他们整整多了2年。你要成为台湾人只需要6年，你要成为北京人，你需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I could be red, or I could be yellow, be blue, or I could be purple,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又要来了，还有爸爸和妈妈。耶！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台湾呢？什么时候台湾才能真正拥有我呢？我看到了有那个拍婚纱照的然后那个摄影师给那个男的拍完之后就好帅啊！其实这句话很重要，那个男的可能就会自信爆棚，接下来表现就会更好。对，鼓励是最好的。好了，那就回归我这个换证的话题。还有一些大陆的网友觉得很为大陆配偶抱不平，就是说陆配难道不是歧视吗？我之前有看过网友这样留言，原因是为什么就连越南泰国印尼的人在台湾，就是转换身份只需要4年，而大陆的配偶却一共需要6年的时间呢，就比他们整整多了2年。非上海人取得上海的户口要多久吗？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最早我发现这种我们大陆跨省婚姻，叫跨省婚姻，有这样的事情，还是通过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我们那时候是生活在北京，然后跟她聊天，她男朋友就是北京本地人。当时他们2个快结婚了，我就问他，哇，那你好棒哦，因为他是黑龙江人嘛。我说那你结婚了，你不就变成北京户口了吗？高大上的户口，高大上的身份证，谁都希望要去大城市嘛，而且大城市的福利真的很好。他当时就说，哦，好像现在不行哎，因为我要。这可是日本定制的太阳能风扇啊，这个就是太阳能板，它用处可多了。现在大热天嘛，难免都会遇到停电的问题，这个时候它就是全家的宝贝。续航24小时，停电也能说得轻松愉快。它也是行动电源蓄电池，这边已经充上了。它可是家庭停电应急神器。有2种充电方式，另附 USB Type-C 充电线。这款太阳能风扇呢，在日本销量特别好，都在热卖，真的是太方便了。它可以任意的调整角度，折叠好收纳，还有赠品哦，2选其一，暗一点，太暗了，暗一点，开灯，是不是很省心？它这个风扇也是声音很小。工作办公室很适合使用它，不会打扰到其他的人。现在我们呢限时团购哦，那个购买的链接呢，在我们本影片的置顶留言，还有我们的简介当中，或者是点击右上角都可以找到。有需要的朋友们，赶快去下手吧。哦，好像现在不行哎，因为我要45岁才可以。我当时就。还蛮诧异的，当时都很年轻都20多岁要很多年。就在这2天，也是查了一下百度上外地人和北京人结婚多久可以转北京户口？下面的答案是，百度是这样写的：外地配偶。出现了配偶2个字所以其实是文字语言、书面语言很常运用到的，比较属于官方性的了，对吧？对啊。外地配偶转北京户口新政策：第一，申请人必须年满45岁，结婚满10年；第二，申请人已满46周岁，但未满55周岁，必须结婚满5年。比如说是结婚比较晚婚的那一种，或者说是2次婚姻，也算是夕阳红嘛。申请人年满55周岁，只需要结婚满2年。你已经满了55周岁了，如果你要和北京当地人结婚的话，你只需要结婚满2年，你就可以落户北京的户口了。
且我觉得这个是最划算的。但是你要55岁以后。对。那我又查了一下上海的，上海的百度一搜索呢，上面写的就是外地配偶转上海户口新政策出台。为什么外地配偶不能叫外偶、外配、地配？怪怪的。上海我找的这个网站是上海自己的一个官方的网站啊，它这个写的真的是很全面。第一个，一般的投靠外省市人员与具有本市家庭常住户口的居民，要求本市的这个上海户口的这个居民呢，也要常住户口满10年，满10年以上算作是上海的老户啊。依法办理婚姻登记要满10年，年满35周岁，申请配偶户口在地落户。所以上海是满10年，年满35周岁。那北京是45，但要婚姻也要满10年呀。咱俩现在婚姻都没满10年呢。少数民族华侨如果和上海人结婚的话，婚姻登记满7年就可以投靠上海户口。投靠的是本市残疾配偶，就是你想转为上海户口嘛，然后你的婚嫁的另外的伴侣刚好是上海人，但是这个上海人他有残疾的证明，结婚完满5年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样了。我觉得上海的还是蛮详细的，就连少数民族的还有身障人士的都已经写到这儿了。我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但是呢，说了这么多，不只是你看我北京的这个朋友告诉我的，还有我自行百度查的，还有就是我现在所经历的。这普通老百姓没有人希望这样，当然没有人希望了。我也希望我和优爸结婚之后立刻就转换成台湾的身份，因为有些还是有点不方便。比如说我现在的大陆身份在台湾，哪些不方便呢？之前领3倍券5倍券，通过那个网路啊什么的，包括一些要登录网络平台输入身份证字号，像我们现在给的这种临时身份证字号，有的系统是不太支持的。对。所以我们就有点麻烦。还有一个就是旅行，因为台湾的护照是可以去很多国家的嘛，像欧美啊这些国家都还蛮方便的。可是像我现在的护照，其实去欧美这种地方是很不方便的。那像这样的旅行，我们3个人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就连通关都好像感觉都不是一样的。这带给我的困扰就是有点大，就他们2个人一伙，然后我自己，当然希望和家人永远在一起了。所以，更多我觉得我们平凡人更多想转换身份，只是想说我的家已经安在这儿了，我已经要在这儿度过我的后半生了，这就是我的家了。那我当然就是要把我的身份挪到这儿来，但没有人希望时间这么久。话说回来，有一些网友说他就是歧视大陆配偶，因为别人都需要4年，大陆人却需要6年的时间。我本来想问一下工作人员，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外籍配偶比大陆的6年还多的，或者是一样多的，都需要6年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查了，但是我没查到。大家如果有查到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微微可以补充。你要成为台湾人只需要6年，你要成为北京人你需要10年呢，而且必须45岁以后。是的。无能为力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大陆这种跨省的婚姻、海外婚姻这样人士，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只能遵守啊，因为制度现在就是这样啊，我们只要是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它就 OK 了呀，只能做到这样。但是呢，查了这么多新增了这么多的知识点，今日变得更博学了，知道的更多了，反而我好像没有之前感觉到为什么我们要6年？其实还有很多种其他的人士也正在经历，对吧？对啊。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这次换证的心得，希望朋友们可以陪伴我，敬请期待下一次的换证吧。下一次呢，
我就要成为长期居留人士。最后一点，我觉得居留这个词也是会容易引起误会。我这一次换证前2天也是和家里人联络嘛，我就说我最近正在忙换证的这个事情。有一个家人就说居留，你为什么会居留？他以为我犯事儿了啊，台湾也有那个居留啊，那我还在跟他解释啥呢？结果就把我们大陆家人吓了一跳。你为啥取这样的词儿呢？那么不好听。你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然后并且留住你，是有多负面的想法？要像我们台南的天气一样，总是被阳光和蓝天、白云，对吧？现在大热天嘛，难免都会遇到停电的问题。这个时候，它就是全家的宝贝。续航24小时，停电也能吹得清凉愉快。它也是行动电源，家庭停电应急神器。现在我们呢限时团购哦，有需要的朋友们赶快去下手。这看起来心情多明朗，人的心情要像台南一样。下集再见，拜拜。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可以选择悠游粉、优爱粉或是优福粉。选择好之后呢，点击蓝色加入键，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这时候出现页面，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直播室等你哦。我是优妈，我是悠悠，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记得下方留言啊。对。